大家好，我是Roy，欢迎收看《编程语言发展史》第6集：现代语言的群像。这一集我们聚焦当下最具代表性的5门语言 ：Python、Go、Rust、TypeScript 和 Kotlin。同时，我也会穿插提及一些支线语言，比如 Nim、Zig、Dart 等。虽然 Python 的诞生要早得多，但作为今天应用最广泛的语言，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几乎成为默认语言，把它放在这里依然合适。和前几集不同，本期的语言并没有清晰的演化脉络，不像面向对象和函数式那样有思想上的延续，它们更多是依托不同的应用场景，走出各自的道路。为了方便大家理解，我将内容分成几个独立章节，大家可以按兴趣选择观看。OK， 我们先从 Python 讲起。1991年，荷兰程序员吉多·范罗苏姆发布了一门新语言 Python。名字来自英国喜剧《巨蟒的飞行马戏团》，而不是蛇。Python 借鉴了 ABC 语言的特性，语法简洁，用缩进表示代码快，还提供了交互式解释器。1999年，吉多向 DARPA 提交了一份研究申请，标题是"人人皆可编程"。他提出了4个目标：简单直观，但功能不逊于主要竞争者；开源，让所有人都能参与；代码像英语一样容易理解，适合日常任务和快速开发。今天来看，这些愿景似乎已经实现。无论科研、工业还是少儿编程， Python 都已成为事实上的标准语言。关于吉多本人还有一个趣闻，据说他去谷歌面试时，简历上只写了一句 I wrote Python。 HLI 起初以为是写过 Python， 后来才意识到这是 Python 的作者。当然这只是个传言，实际上吉多加入谷歌时早已是业界知名人物。最初 Python 用来替代 Shell 或 C 写脚本，作为解释型语言，它写完即可运行，不需要编译。它还支持过程式、面向对象和函数式多种范式，灵活又简洁，也因此很快进入教育领域，成为不少高校的入门语言。进入 Web 2.0 时代， PHP、Java、.NET 占据主流。虽然 Python 仍属小众，却因语法简洁、易于维护，被 YouTube、Dropbox 等早期互联网产品采纳。转折点出现在2015年，谷歌开源了 TensorFlow，Facebook 发布了 PyTorch。与此同时， Python 在科研和数据分析领域逐渐超越 MATLAB 和 R， 成为 AI 时代的事实标准语言。除了应用和生态， Python 还有独特的文化，正所谓人生苦短，我用 Python。 而 Python 之残则总结了它的精神：优美胜于丑陋，明确胜于隐晦，简单胜于复杂。这些理念塑造了 Python 社区独特的氛围。当然，它并非没有局限，性能较低，在主流语言中垫底一般的水平。默认解释器 CPython 受制于全局解释器锁，同一时刻只能运行一个线程。在性能要求高的场景里， Python 往往需要借助 C 或 C++ 库，这就是胶水语言的由来。另外， Python 2向 Python 3的升级并不兼容，一度造成社区分裂，有人锐评两枚充满补丁的语言。不过这些争议并没有阻止它的普及。最后再顺带提一下小众的 Nim， 它语法简洁，风格与 Python 相似，但能编译成高效的 C、C++ 或 JavaScript， 性能更接近底层语言。虽然生态远不如 Python， 但在既要求可读性又追求性能的场景里， Nim 依然有一批开发者青睐。2007年，谷歌内部开始酝酿一门新语言，那时多核处理器已逐渐普及，网络应用迅速增长，代码库日益膨胀，效率成了最大的问题。C++ 虽然强大，却因语法复杂、编译缓慢、依赖繁杂，让工程团队苦不堪言。可以说天下苦 C++ 久矣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罗伯特·格里塞默、罗布·派克和肯·汤姆森3位大佬登场，共同设计了 Go。Go 的目标很明确，提升编程生产力。它既要有 C 的静态类型和运行效率，又要像 Python 那样容易阅读和使用，同时更好地支持并发和网络编程。Go 为了简单，砍掉了不少现代语言特性，没有枚举，没有继承，没有宏，也没有异常。错误处理依赖显示返回值 if error 不等于 nil， 成了 Go 代码里一道特色风景线。Go 早期甚至连泛型都不支持，我们看一下没有泛型它是怎么让同一种计算适用于不同数据类型的。社区呼声不断，官方一歌再歌，直到2022年 Go 1.18 才终于支持泛型。Go 的一大特色是 CSP 并发模型，通信顺序进程，核心理念是不要通过共享内存来通信，而是要通过通信来共享内存。借助 GoRouting 和 Channel， 并发编程显得简单自然。2009年，谷歌将 Go 开源，到2012年 Go 1.0 正式发布。Go 真正起飞是云原生浪潮。Docker、K8s 先后选择了它 ，etcd、普罗米修斯、Grafana 等项目也纷纷加入。就这样 ，Go 成为整个云原生生态的基石。
为什么是 Go？ 并发简单，天然适合网络服务，单文件二进制，让容器径向更小、更直接，跨平台稳定 ，CI/CD 成本也更低。总的来说 ，Go 是一门为工程化而生的语言，它追求简洁、高效和可维护，在语言美感上或许乏善可陈，但在工程现实的取舍之后，它依然保持着稳健与可靠。2006年 ，Mozilla 工程师格雷登·霍尔下班回家时发现电梯坏了。霍尔住在21楼，当他爬楼梯时，他很生气，这太荒谬了，我们计算机人甚至无法制造出一部不崩溃的电梯。霍尔非常清楚，许多系统崩溃的根源其实是 C 和 C++ 程序的内存错误，也指针缓冲区溢出，数据竞争。于是他开始构想一门新语言，既能提供系统级性能，又能从根本上避免内存安全漏洞。这就是 Rust 的起点。Rust 的设计目标可以用一句话概括：像 C 一样快，像 Haskell 一样安全。具体来说，它要同时满足3点：第一，内存安全，在编译阶段就消除常见的内存错误；第二，并发安全，在多线程环境中避免数据竞争；第三，零成本抽象，提供现代语言特性，但不牺牲性能。Rust 代表性的创新就是所有权系统与借用检查器，每个值在任意时刻只能有一个所有者，作用域结束时自动释放资源，不需要垃圾回收器。而在不转移所有权的情况下，还可以通过借用来访问数据，但规则非常严格，不可编借用可以同时存在多个读取，可编借用则必须保证在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写入。再加上生命周期的检查，编译器会保证所有引用都不会超过数据的有效期，从而彻底避免悬垂自珍。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说明，这就像一套严格的图书馆规则，一本书只能有一个真正的拥有者，可以借出复印件，但原件不能被多人同时修改，所有借阅都必须在有效期内归还。Rust 就是通过这样一套机制，在编译阶段就消除了绝大部分内存错误。最初 Rust 是霍尔的个人项目，2009年 Mozilla 正式赞助 Rust 项目，并将其应用于浏览器引擎 Server。经过多年迭代，2015年发布 Rust 1.0， 进入稳定期并承诺向后兼容。之后，越来越多的开发者和企业开始在生产环境中采用 Rust。Rust 的成功也离不开它现代化的工具链。Cargo 让包管理与构建变得统一而简单。Credits 作为官方包仓库，为社区提供了集中共享的生态。与之相比 ，C++ 至今仍缺乏统一标准，依赖管理和构建工具长期分散在 CMake、Make、Kona 等不同方案中。随着语言的逐渐成熟 ，Rust 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，从 Server 浏览器引擎、WebAssembly 到区块链、数据库，再到嵌入式系统 ，Rust 已经在多个领域落地。同时，它也受到大公司的青睐，包括微软、亚马逊等科技巨头都在生产环境中使用 Rust。2022年 ，Rust 被正式接纳为 Linux 内核的第二官方语言。这一决定标志着 Rust 在操作系统领域进入实际应用阶段。当然 ，Rust 并非没有挑战，它的异步编程模型与生命周期借用规则叠加在一起，往往让代码显得晦涩难懂。这些设计虽然能够保障内存和并发的安全性，但也显著提高了学习门槛。除了 Rust， 系统编程领域还有另一门新语言 Zig， 它由安德鲁·凯利在2015年发起，目标是延续 C 的简洁和直接控制，同时弥补 C 在错误处理和构建上的不足。Zig 没有垃圾回收，也没有复杂的借用检查器，它让开发者完全掌控内存，并引入编译器计算、显示错误处理和更简洁的语法。若将 Rust 称作强制安全，那么 Zig 则视为自律安全，展现了系统编程的另一种取向。2010年前后 ，JavaScript 已经成为互联网的核心语言，作为浏览器的独占语言，支撑着大量网站的交互逻辑。随着应用规模不断扩大，其语言特性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。类型系统缺乏明确约束，错误往往在运行时才被发现。工具和生态对大型工程的支持不足，在小规模脚本的场景下，这些问题尚可接受。然而，在数十万行代码、数百人协作的大型项目中 ，JavaScript 的局限性就愈发突出。在介绍 TypeScript 之前，必须先提到一位关键人物——安德斯·海尔斯伯格。他是 TypeScript 主要设计者之一，而在此之前，早已是编程语言领域的重量级人物。1980年代，他设计了 Turbo Pascal。到了2000年，他作为微软 .NET 平台的首席架构师，带领团队创造了 C#。由于前面没有聊过 C#， 这里正好顺便过一下。C# 的诞生源于微软在企业开发领域对标 Java， 它的语法接近 Java， 内置垃圾回收，强调面向对象，并与 .NET 平台深度绑定，紧密结合 Windows 生态。如今 C# 被广泛应用在 Windows 桌面、Web 服务、企业系统以及 Unity 引擎驱动的游戏开发。C# 本质上算是微软版的 Java。回到 TypeScript，
其实在它之前，前端社区已经有过几次尝试。2009年 CoffeeScript 只是在 JavaScript 上加了一些语法糖，最终随着 ES6 的普及而退出历史舞台。2011年的 Dart 则试图用强类型和独立虚拟机来取代 JavaScript， 但除了谷歌自家支持，其他浏览器厂商都坚决反对。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，好在 Dart 最终还是在 Flutter 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。2012年，微软发布了 TypeScript， 它不是要取代 JavaScript， 而是作为它的超级存在。所有合法的 JavaScript 代码都能直接运行，在此基础上 TypeScript 引入了静态类型和更完善的工具支持。TypeScript 在保持与 JavaScript 兼容的同时，引入了静态类型和类型推断，支持接口和泛型，并通过编译器检查，提升大型项目的可靠性。2014年 Angular 团队决定用 TypeScript 重写 Angular 2，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随后几年，随着 React 和 Vue 的崛起，越来越多的前端团队开始采用 TypeScript。今天 TypeScript 已成为前端开发的事实标准。再多说一句，不管是 CoffeeScript、Dart 还是 TypeScript， 本质上都是在挑战 JavaScript 在浏览器中的独占地位。不同的是，前两者已确定失败，而 TypeScript 似乎成功了。2011年，来自捷克的 JetBrains 推出了一门新语言 Kotlin。之前在面向对象那期，我说 Kotlin 是谷歌推出的，其实说错了，不过某种程度上也不算完全错，后面我会解释原因。Kotlin 算是 Java 的现代方言，它提供了类型推导、空安全等特性，语法更简洁，也更符合现代开发习惯。好不好？可能好，用不用？不可能用。命运的转折来自谷歌和 Oracle 的版权官司。2010年 Oracle 起诉谷歌，指控安卓使用了 Java API。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让谷歌对继续依赖 Java 心存疑虑。安卓迫切需要一门新的官方语言来化解法律和生态上的风险。此时的 Kotlin 正好满足了几个关键条件：第一，无缝兼容 Java， 现有项目可以逐步引入，不必推倒重来；第二，更现代、更简洁，减少样板代码，还内置了空安全；第三，稳定而务实，没有像 Scala 那样的复杂度，学习曲线也更平缓。2017年，谷歌在 I/O 大会上正式宣布 Kotlin 成为安卓的官方支持语言。这不仅提升了安卓的开发效率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让谷歌有机会摆脱对 Java 的牵制。短短几年 ，Kotlin 就在安卓社区迅速普及，如今超过60%的安卓项目使用 Kotlin。所以说，一门语言的成功不仅要靠自身的努力，还要考虑历史的进程。2014年，苹果在 WWDC 上发布了 Swift， 它被定义为一门现代、简洁、安全的通用编程语言，目标是逐步取代 Objective-C。苹果对它寄予厚望，不仅能写 iOS 应用，还希望能进入服务端、跨平台，甚至人工智能领域。但现实是 Swift 的成功几乎完全依赖于苹果生态，在 iOS、macOS 等 Swift 已成为事实上的标准语言，但在这些领域之外 Swift 的存在感非常有限。虽然设计为通用语言，但实际上是苹果生态里的专用语言。到这里6集的内容差不多讲完了，没想到能坚持到现在，不容易啊。当然还有一些语言没有展开，比如 Basic、VB 等，他们在语言演进上的贡献或许有限，但在编程的普及和应用层面却有着重要影响。这些内容我会单独再做一期视频来聊。所以编程语言发展史系列就先告一段落，接下来我会尝试一些新的主题，带给大家不同的内容。我是Roy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